如果你一直紧握着的一切，你的名字，你的烦恼，你对自我的执念，其实从来没有你以为的那么真实，那么坚固。如果放下它，不会让你变得更少，而是让你变得无限。这就是心经2000年来一直在悄悄告诉我们的事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它。在繁华喧嚣、永不停歇的世界里，此地有一方净土，为您留住时光，让心安宁、平静、舒展、踏实。这是属于您的灵语禅心 Feather Sphere Zen， 欢迎回家，请您静下心，然后让我们开始吧。我是灵语，您的旅伴，请先闭上眼睛片刻，想象山间湖泊清凉的晨风轻轻拂过脸庞，远处林木静立，近处水波微漾，晨光在雾气中缓缓铺开。世界正在苏醒，但在这里，在这一方清静之地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我们常常像背着沉重行囊一样，背负着自我，我们的名字，我们的烦恼，我们的昨天，以及我们的明天。那些念头，那些牵挂，那些不舍与忧惧，日复一日，令心不得安宁。今天，我们便轻轻把这只行囊放下，不是逃避尘世，而是学会在尘世中安住；不是舍弃人生，而是让心不再被万象牵引。我们将走入心经的门庭，不是把它当作一门艰深难懂的经义，而是将它看作一处可以进入、可以停住、可以安歇的空间。请随我深吸一口气，感受胸口缓缓展开，再慢慢呼出，让这一口气带走心中的纷扰。让我们开始走进智慧的花园。当我们安静坐下时，请留意身体的变化，肩膀会慢慢松开，呼吸会渐渐变缓，心念也不再四处奔走，而像落叶一般轻轻停在水面上。这便是智慧的开始，不是强求世界变得安静，而是先让自己安静下来，听见那一直存在却常被忽略的内在之声。当我走过这座月桥时，看见池中有一朵莲花正悄然绽放，它的花瓣清透，茎身挺立，根须深植于泥土之中。它看起来如此真实，如此安稳，仿佛自有其不变之行。然而，心经所开示的，正是这看似真实之相背后的深意。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向舍利子宣说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看一朵莲花，它只是花瓣吗？只是茎干吗？只是根须吗？若无阳光，它不能盛开；若无雨露，它不能滋长；若无泥土，它不能扎根。莲花并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自我，它是因缘和合，是天地、风雨、阳光、泥土共同成就的结果。你也如同这朵莲花，你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点，而是一条流动的河，是星光、空气、记忆与时间交织而成的生命之流。若能如是观照，便知一切本无定向；若能如是体悟，心便得自由。有一则古老的公案，一位学者前往拜访禅师，请教智慧之心。禅师不言，只静静斟茶，茶水一盏一盏倒下去，直到杯中溢出，流满桌面。学者大惊，连忙说道：停下，杯子已经满了。禅师微微一笑，说道：正如这只杯子，你的心也装满了自己的见解、揣测与执着。若不先将杯子倒空，我又如何为你注入新的茶汤？又如何向你示现智慧？学者听后默然无语。原来空并非虚无，亦非没有，空是最大的容纳。空杯能纳新茶，空心能受法语。当我们放下我与我的，放下执意、分别、执取，便会发现心中竟能容纳更广阔的天地。我们常常把旧有观念像石子一样揣在口袋里，日夜携带，却不觉沉重。我们守护它们，反复打磨它们，甚至把它们称作真理。可智慧却温柔地提醒我们，松手吧，让手掌张开。当手心展开时，即使是最小的杯子，也能盛下无边之海。
请在聆听四中的声音。钟声起时，遍满虚空；钟声灭时，归于寂静。他去了哪里？他并未真正离开，只是回到了本就存在的静默之中。心经告诉我们，无生、无死、无垢、无净、无增、无减。我们所执着的一切，不过是因缘中暂时显现的形象。我们就像钟声，短暂而美丽的显现，然后又归于那无始无终的寂静。若能明白此理，便知生死来去，皆如梦幻泡影，恐惧便会渐渐松开，心也不再惊惶。因为我们本不曾真正失去什么，我们只是暂时忘了自己原本就已具足。在这条路上，我们也会慢慢明白，真正令心痛苦的，并不只是外面的风雨，而是我们对风雨的执取。我们执着于结果，执着于身份，执着于他人的眼光，也执着于我一定要成为谁。然而，世间万法皆由因缘而生，亦由因缘而灭。没有什么是可以永远紧握不放的，连风不会停在掌心，连水也不会为谁停留。当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时，他所看见的，并不是世界不存在，而是世界从来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固定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如五朵云，各自飘动，却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。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快乐、痛苦、喜欢、厌离，都如云影掠过天空。若我们紧紧抓住云影，就会忘记天空本身的辽阔。因此，修行不是逃离生活，而是在生活之中，学会看见空性，看见无常，看见每一刻的变化都在提醒我们，此刻便是最真实的所在。你不需要成为什么，你只需要回到当下，回到呼吸，回到清明，回到这一颗愿意安住的心。因为当心真正安静下来时，你会发现，所谓彼岸并不遥远，它一直就在此刻之中。有时我们会以为痛苦来自外界，来自他人的言语，来自未完成的事情，来自那些无法掌控的变化。可真正让心沉重的，往往是我们把这些事牢牢抓住，不肯放下。我们在心中反复讲述它们，反复回忆它们，反复把自己带回那一刻。于是，本来短暂的风雨，便在心中成了漫长的阴天。心经并不是要我们否认这些感受，而是邀请我们看清它们。看清之后，便不再被它们牵着走。就像池中的莲花，虽然生于淤泥，却从不被淤泥定义。它向上生长，向光而开，安静地证明，环境可以影响我们，却不能决定我们是谁。所以，当你再次感到心乱时，请记得，不必急着回答一切，也不必急着解决一切。先停下来，先呼吸，先让自己回到这一刻。也许就在这一刻，你会忽然发现，那些曾经压得你喘不过气的东西，正在慢慢松开。而在那松开的一瞬间，心就像晨雾散去后的山谷，重新显出它原本的清明与辽阔。在这回家的路上，我们渐渐会明白，真正的力量并不是紧紧抓住什么，而是能够温柔地放下。因为放下并不意味着失去，放下是为了让心重新变得宽广，让光重新能够照进来。就像清晨的窗子，如果一直紧闭，阳光便进不来，可当窗被轻轻推开，整个房间都会亮起来。当我们学会放下执着，学会不再与每一个念头争辩，心就会慢慢回到它原本的样子。那时你会发现，平静并不是一种遥远的境界，它就在你每一次安静呼吸之间，就在你愿意停下来，不再追赶的时候。它很轻，却很真实；它很静，却很有力量。愿你在这一刻感受到这份安稳。愿你知道，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纷乱，你心中始终都有一处可以栖息的地方。那地方不在远方，不在未来，而就在你此刻的心里。轻轻回来，慢慢停下，你会发现，智慧一直都在，安宁一直都在，慈悲也一直都在。于是，在这般静默之中，心终于渐渐明白，世间万象皆如露亦如电，转瞬即逝，不可直取。我们所见的繁华，我们所经历的悲喜，我们所珍惜与忧惧的一切，不过皆是因缘和合，暂住于此。
既然如此，又何必苦苦追逐，紧紧攀援？心经所示，正是要人于诸相之中，见其空性，于纷扰之内，得其安住。不是逃离尘世，而是在尘世中不染；不是拒绝变化，而是在变化中不乱。若能如是观照，则无论行至何处，皆如归家；无论身在何境，心自安然。观一朵莲开，知其出于污泥，而不为污泥所染；听一声钟响，知其起于寂静，而终归寂静。人生亦复如是，来时无所从来，去时亦无所可去。唯有此刻，这一念清明，这一息安稳，才是最真实的所在。愿你于此片刻之间，放下纷扰，放下执着，放下心中无尽的奔忙。愿你如行于法海之舟，渐离迷暗，渐进彼岸。愿这一盏微光，照见你本具的智慧；愿这一份宁静，常驻你心间。感谢共游灵与禅心，愿智慧常随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并订阅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反馈。你希望在我们下一次的禅心之旅中看到哪些主题？南无观世音菩萨，菩萨慈悲，保佑你我，福泽众生。